似乎信心的这个话题呢，一直是宗教与信仰的范畴。关于信心呢，民间有这样的观念：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人所信的呢都是主观的，就是用人自己想象出来的原因来解释世界上所发生的事。其实圣经所说的信心呢，不仅仅是关系到信有与信无的问题，那是一种依靠，那是一种信赖。而最不同的一点呢，就是圣经所说的信心不是人主观上的感觉，也不是强调人对神的信的程度是深信，是半信半疑，而是强调什么才是上帝的真实。希伯来书的11章用极其简短的定义概括了什么是圣经角度的信心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现代的译版呢也有这样的翻译，说信心呢就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还没有看见的事很确定。因为这里提到所盼望的，所以有人理解呢，信心就是相信自己所盼望的，那就是英文的 wishful thinking， 好像人有这样的盼望时间久了，或者对自己盼望的事渴望程度高了，就会有机会得到自己所盼望的、所祈求的。虽然现代的译本的经文呢翻译为对盼望的事有把握，但我想这并不是人所理解的那种含义。因为每个人呢都有自己所盼望的，那些买彩票的呢更是盼望自己买的呢能够中奖，但并不是因为人有这样的盼望或者渴望程度高了，就能使得结果呢按照自己想要的那样的实现。人呢也同样有自己不希望的，比如疾病、死亡，那也不是因为人回避思想这样的事，人就可以真的避免自己遇到。经文提到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它的真正意思呢是说那个没有看见的事情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，只是还没有被人看到，而不是说对任何看不见的事，甚至不存在的事，因为相信就会变成事实。所以那个事实呢才是信心的关键。当人没有将这个事实作为信心的基础，那就注定没有实现的可能。但问题就是，作为事实的那个基础是属于未见之事，就是人眼还没有看见的，那如何知道它的存在呢？所以经文所说的呢，不是人自己对某件事的相信，而是那个事实的存在的证据呢，必须是从上帝而来的。因为上帝是超越时间的，所以上帝给人的应许呢，也常常是人无法看到的，但在于上帝来说，那就是事实。所以人对上帝的不信呢，那就是指责上帝是说谎的。当年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抱怨，因为他们生活在旷野，无法看到如何战胜迦南的巨人，所以认为上帝要他们进入的流难与密之地是不可能的。他们选择相信自己看见的，那就是指责上帝所说的是谎言。人呢以为信心只是人心里相信就可以了，但事实上信心常伴随着行为，因为信心是基于事实，而不是所谓的理念。有这样的经文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哥林多后书的5章7节，这里的英文版呢表达呢更为清晰 ，walk by faith, not by sight。这里使用的动词 walk，那个意思是行，也就是说信心呢不是说出来的，也不是心里想的，而是行出来的。希伯来书的11章关于信心的定义之后呢，经文列举了几个圣经人物，有亚伯，有以诺，有挪亚，还有亚伯拉罕。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们都将自己的信心呢行出来了。经文提到亚伯的信体现在他所献的祭，以诺的信就是与神同行，挪亚的信呢体现在他去造方舟，而亚伯拉罕的信呢是他离开自己的地方，向上帝所指示他的地去，更是通过行体现出来的。
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，彼得的信心呢，更特别表现在行的这方面。当大祭司的仆人来抓耶稣的时候，他用刀砍了一个仆人。他保护耶稣的信心，凭着这样的行为完全表现出来。虽然这证明他的信心是真的，但这却不是对上帝的信心，而是属于他的自信，因为耶稣呢并没有吩咐他这样做。关于彼得的另一个例子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，讲述彼得与门徒一同在船上，这时他们看到耶稣在湖面上走过来。彼得问道：主啊，如果真的是你，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。耶稣同意了。他相信耶稣所说的，这样的相信呢，表现在行为上，就是他真的从船上下到湖面上，要尝试在水面上行走。按照前面所说的呢，从耶稣的神性的角度，耶稣的认可代表这件事有事实的基础，是可信的。对于彼得来说呢，那是属于未见之事，因为他从未体验过。然而他的信心呢，却混有他的感觉。圣经所说的信心呢，并不是人的感觉，人可能很有信心，却感觉不到它，或者相反，你可能感觉自己很有信心，但实际上却没有。因为真的信心不是来自人自己，人的自信却常常是从人的感觉而来的。圣经中有一个反面的例子，就是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凭自己的感觉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事，包括自立为王。因为他看到周围一切的人事情，他相信自己足以成功。因为他有的仅仅是自信，那不是对上帝的信心。因为他忽略的是上帝这个最关键的因素，他没有想到的就是上帝要与他为敌。这是押沙龙失败的原因。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失败呢，我理解那是因为他信心中混有他自己的自信。从耶稣最后对他的责备可以看到，耶稣说：你信心太小了。从字面的意义上，人们以为耶稣责备彼得的信心小，导致他的失败。但英文版本呢是用了 You of little faith， 意思是他几乎没有信心。马太福音的第8章有一段是关于耶稣与罗马百夫长互动的故事。当时呢，有一个百夫长去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。他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患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耶稣说：我去医治他。出人意料的是，百夫长回答说：主啊，你当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了。耶稣听见就希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：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这样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。从这个故事使我们看到人的信心呢，确实是有大有小。而在路加福音的17章呢，门徒曾要求耶稣加添他们的信心，因为人都是希望自己的信心大，好像大的信心就能够成就大的奇迹。但耶稣呢，却这样的回答门徒的要求。主说：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他也必听从你们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是说即使人的信心只有一点点，就已经足够了吗？曾看到这样一个解读，不是我们的信心大与小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将信心放在耶稣身上，哪怕是一点点。我比较赞同这样的解读，因为人不是没有信心，而是将自己的信心放在很多其他的地方。我周围的有些人呢，将信心放在名校，于是呢搬家，即使自己住进小而贵的房子，但距离名校近，因为他相信上名校的重要性。有的人将信心放在课外补习班上，等等。人的选择呢，也就是人的行为，表达出人里面真正相信什么，就是人的信心放在什么事情上。不信的人不是没有信心，而是不将自己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。圣经中有一位乃曼的故事，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5章。
故事呢，讲述亚兰国的一位将军乃曼得了麻风病，他在得知以色列有位神人以利沙之后前来拜见，但以利沙呢却没有出来见他。经文说，以利沙派了一位使者对乃曼说，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次，你的肉就必复原，你必得洁净。因为先知呢并没有按照他所期望的出来见他，所以他开始怀疑先知所说的，甚至决定离开。然而经文说，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是吩咐你去沐浴得洁净呢？仆人呢提醒他呢，先知所吩咐的又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为何不遵行呢？这话使他对先知所吩咐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，但就这一点的信心，他决定顺服了。接下来经文说，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浸了7次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导致他做出最后决定的那一点点的信心，那就是耶稣所说的芥菜种子的信心。这段故事呢，也使我想到自己的经历，那是多年以前，当时我还在中国，上帝祝福我呢，使我进入一家大公司。然而我在申请工作的时候，那个公司还没有什么名气。我当时呢，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合适的职位，而心态呢，就有些像那位乃曼，没有很重视。有这样的心态的人呢，通常会挑三拣四。这个公司呢，对申请人呢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有北京的户籍。为了证明这个呢，需要影印。我险些因为那个影印的价格而放弃了申请，就像乃曼，只是因为先知没有按照他所期望的出来见他而放弃。乃曼的仆人提醒他，使他最后决定顺服了，按照先知的要求去沐浴了7次。我当时呢也正好在影印服务的那里，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我似乎听到耳边有一个声音说，这1块钱值。因为那个声音足以使我意识到这来自上帝，于是我不敢轻视那个工作申请。虽然我那样做的价值在当时是眼不能看透的，就像乃曼认为，难道亚兰的河不比以色列的一切的水更好吗？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眼不能看透的，但来自上帝的一切却都是真实的。由此可见，信心呢虽然是有大小，但信心的大与小呢，对所成就的事来说并没有差别。乃曼欢喜的去做，与他犹豫后勉强的去做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重要的是他选择做了。那位百夫长的信心大，但他得到的也同样只是他所求的，并没有超过他所求的。经文说，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这就是我对芥菜子的信心的理解，他同样能成就信心大所能成就的。不过信心大还是有其特有的功效，比如大的信心呢，可以使我们更快的从焦虑中得释放。圣经中的信心呢，不仅仅是人对自己所盼望的事的确信，而是人对神的信心。无论人的背景是什么，只要人对这位神有信心，上帝会照着人的信心成就人所求的。罗马的百夫长对耶稣的神性的认同，使得耶稣成全了他所求的，即使他代表着与以色列人为敌的罗马人。妓女拉合所在的城市以色列即将毁灭，但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，他和他的全家的生命得到保全。那位迦南妇人呢，知道自己的地位不配，但同样因为他对耶稣的神性的认同，经过不懈的祈求，耶稣最终也同样成全了他所求的。而相反的呢，就是法利赛人质疑耶稣的神性，所以他们自始至终依旧站在与上帝的对立面。所以总结起来，这些圣经人物呢，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、国界，甚至是以色列的敌人，包括前面分享的乃曼的故事。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，
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，就是最终得到了上帝的怜悯。而只有以色列民族中的犹太教师，他们因看自己过高，仍然被挡在门外。从我们的理解呢，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应该总是站在以色列一方的。然而从圣经的例子中，我们看到上帝的立场实际上是他自己，他向世界上各样的人都是敞开大门的，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的。有这样的经文，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，又为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拯救这城。所以圣经所描述的那些以色列的敌人，他们的失败呢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做了以色列的敌人，也是因为他们与以色列的神为敌。圣经特意描述了非利士人亵渎了上帝的名而被杀了，亚述人轻看以色列的神而倒闭了18万。